很快，那道九重之力便是出现了溃败，那股玄妙的力量逐渐显露出他的真容。此时，上空出现了一道身影，那是一位老者，身穿灰白色长袍。他的出现竟是引得天地间的灵气都朝着他汇聚而来，简直让人见了有些震惊不已。就算是巅峰天位神也无法做到这般于引动天地间的灵气，想必对方的实力至少超脱了巅峰天位神之上。在众人的震惊目光下，五大神阁的天地开始恢复了平静。五大神阁之主也是睁开自己的眼睛，只见那道老者身影出现在他们的眼中。对于这道身影，五位神阁之主倒是知晓他的身份，他所施展的丹道之法乃是丹神塔的独有道义。虽然刚刚那股丹道还不是非常的完整，应该是超越巅峰天位神之上的半道神。半道神，五大神阁之主都是露出无比的震惊之色，他们的实力也才7重天位神巅峰以及半步8重天位神的层次，今日能够见到一位半道神的强者，那简直就是极其的少见。感受到对方刚刚所施展出来的力量，绝对是半道神无疑了。雪儿的大师傅终于来了。五神阁之主第一眼就认清楚了那道身影的身份，在这绝望的时刻，看到如此伟岸的身影，倒是让他们的心中激起了一些希望。他强忍着自己身体上传来的疼痛，缓缓地起身站立，但他的脸上依旧没有松懈，因为在这道身影出现后，并没有看到吴雪。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这一幕，悬浮在虚空上的天龙大神君则静静地俯视下方，他的眼中闪烁着一道奇异的光芒。你是丹神塔的10大神长老之一。天龙大神君稍有一丝吃惊，这倒是出乎了意料之外。没想到果真是你们神器联盟，真是好大的阵仗啊！3位神君亲自出马，并且率领天军神战队，是想要彻底的剿灭五大神阁吗？虽然说天龙大神君的实力是一名9重天位神巅峰的层次，可是在一位半道神的眼里，天位神就是不堪一击的存在，所以一开口便是直接带着强大的压迫感，朝着天龙大神君笼罩而去。感受到这位来自丹神塔的10大神长老之一的半道神威压，如同漫天乌云，压抑的令人透不过气来。天龙大神君深吸一口气，双手挥动间，千颗天位星辰海在虚空中凝聚成形，呈现红色姿态，璀璨夺目，宛如真正的星海在天龙大神君的召唤下翻腾。天龙竟是召唤出了天位星辰海，而且还是最高的等级红色。这家伙与我们战斗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出全力。下方那5大神阁之主看着天龙大神君现在与丹神塔那位10大神长老之一的半道神对抗时，竟是没有丝毫的隐藏，直接爆发出全力应对。100万颗红色天位星辰星辰海中，一股巅峰的力量波动，浩瀚无垠，每一颗星辰都蕴含着来自神界天位中那惊人的能量。天龙大神君将这些力量尽数释放，神界天位中的所有力量如同潮水一般汇聚而来，他的气势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一瞬间，星辰之力爆发，宛如万千流星划破长空，照亮了整个超级神之大陆的天际。天龙大神君身躯挺立，仿佛是天地之间的支柱，承载着无穷的力量。随后他将这无穷的力量全部都爆发出来，冲破了天际，直逼半道神的威压。然而当巅峰天位神力与半道神的威压在虚空中触碰的刹那，天龙所引以为傲的力量就如同脆弱的琉璃遇上无情的暴风，瞬间粉碎，不复存在。那股威压如同不可逾越的山岳，天龙大神君所引来的100万颗天位星辰海，在半道神的力量面前竟显得如此渺小，就算是等级最高的红色天位星辰海都是不堪一击。天龙大神君的身影犹如断了线风筝，被那股无形的道法力量推得暴退万丈，他的面容上满是凝重之色，仿佛这一刻他才知道自己那君临天下的巅峰天位神力，在一位半道神的面前实在是不堪入目。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未曾有过的不安，显然这场对决远超他的预料之外，脸色霎时间变得苍白无比。该死，你怎么会赶来这里？你们丹神塔不是被灭神府围剿了吗？天龙大神君深知不敌对方，便是将自己心中的疑惑说了出来。你说的是灭神副府主吗？他的确来我们丹神塔了，与塔主大人激战后，已经身受重伤逃离了。就知道你们神奇联盟也不是好东西，竟然暗地里联合灭神府，简直就是罪该万死。这句话充满着孽神长老对灭神府以及神奇联盟的愤怒。什么？天龙大神君一听，神情大变，连灭神副府主那等恐怖的存在都无法拿下丹神塔，这丹神塔的底蕴简直太可怕了吧！看见天龙大神君那震惊失色的面孔，孽神长老则是一步一步的朝着天龙大神君走来。今日他可没有打算放走这位想要消灭5大神阁的天龙大神君。半道神的威压再次从孽神长老的身上爆发出来，而且比起刚刚所爆发出来的更加的强大玄妙。面对这一切的天龙大神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与无力，他深知这场与半道神的对抗绝对不是自己能够抗衡的，连一招都没能挡下对方的威压，这实力间的差距显而易见。然而就在孽神长老准备出手将天龙大神君击杀时，
下方则是传来诡异的咆哮声。住手吧！你想要他们5位死吗？孽神长老停下脚步，透过声音俯视下方时，只见5位神格之主此刻竟然被圣地神君和维利神君给控制住了。2股散发出死亡气息的能量光球笼罩在5大神格的头顶上，只要他们的天龙大神君有什么危险，就会瞬间引爆他们头顶上空的能量球。你们小小的天位神，竟敢在威胁老夫！孽神长老则是一声冷哼，仿佛并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在他那充满杀意的面容下，刚准备运转半道之法的力量时，在5大神格的四周空间竟是出现了一股带着灭世的炙热气息。5大神格之主的四周那片空间随着温度瞬间飙升起来，直接被焚烧殆尽。炙热的灭世气息如同烈焰一般，无情地焚烧着天地间的万物。天地变幻，末世之景在眼前展开，熊熊烈焰如狂野的巨兽，将这片空间吞噬殆尽。突然间，9轮紫色大日如同耀眼的太阳，突兀地出现在他们的上空，散发着能够摧毁一切的力量。每一轮大日都散发着毁灭的能量波动，它们缓缓地旋转，似乎在酝酿着一场可怕的灾难。这9轮大日仿佛古老神话中的末日景象，它们的光芒不再是温暖和希望的象征，而是死亡与毁灭的预言。就在众人惊恐万分、不知所措之际，5大神格之主的周身被紫色火光包裹，但他们没有感受到炙热的毁灭气息在吞噬他们的神体和神魂，仿佛是他们的火焰屏障。就在他们还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上空的9轮大日如同被某种神秘力量引动，突然加速，直冲而下，落在了5大神格之主以及圣地神君和维利神君的头顶不远处。这一刻，天地为之变色，那股带着灭世之威的力量在圣地神君和维利神君的头顶顿时发出爆炸之声，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被点燃，形成了一片炽热的紫色火海。在这火海中，5大神格之主的身影渐渐的模糊消失不见，只留下圣地神君和维利神君的身体在9轮大日那灭世之威的笼罩下而颤抖。紫色的火焰越来越高，越来越亮，仿佛要将整个天地空间点燃。在那末日般的灭世之威的冲击之下，生死未卜，灭世的力量如同狂潮般汹涌而来，是对一切美好与生命的无情吞噬。无尽的光与热撕裂了天地间的宁静，炽烈如焰的神罚之火从天而降，化作毁灭的波涛，瞬间淹没了这片大地。天地仿佛被巨力撕扯，空间裂开了无数道漆黑如墨的深渊，万物在这场9轮大日的毁灭中化为虚无。5大神格的宫殿顷刻间土崩瓦解，大地裂开了一道又一道的伤痕，深不见底。空气中弥漫着焦灼与死寂的味道。这突然起来的一幕让所有众人都为之震惊与惊恐。9轮大日的爆炸所带来的恐怖冲击波，让这片天地仿佛回到了混沌初开的那一刻，生命在这一刻全都化为了乌有一般。而5大神格之主则是没有任何受到影响，稳稳地出现在了另一处区域。他们还在惊讶自己没有被如此毁灭性的力量吞噬陨落时，一道清脆的声音在他们的身后响起：“爹！”闻言，5神格之主身躯一颤，因为他听得出这道声音是谁。旋即立马转身看向身后的2道身影，一道是自己的女儿吴雪的身影，另一道正是萧炎。雪儿是你？见到自己女儿的这一刻，5神格之主脸上终于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爹，是我们来晚了。吴雪见到自己的爹身上全都是伤，还有鲜红的血液还在不断的流出来，脸上一脸的担忧之色。而5神格之主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伤心，则是一笑道：“没有来晚，爹没事，不用担心。刚刚还好你的大师傅来了，不然整个5神阁以及其他4大神阁都会在神器联盟的手里毁灭。萧炎小友，你也来了。5神阁之主对着一旁的萧炎打了一声招呼：“武神前辈，我们来晚了。我们在传输空间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变故，不过还好让孽神长老率先抵达，我们断后，不过所幸也是赶上了。此前可能太过着急了，竟然都忘记了吴雪给的那道传送玉简仅仅只能1个人使用。然而在3个人同时进行空间传送的时候，发生了变故。不过还好孽神长老利用半道神力化解了空间传送变故后所带来的危险，但在解决了危险后，他们也只能慢孽神长老一步了。原来如此，不过你们没事就好，下次有急事也不要那么着急了。这次还好有孽神长老在，不然要是你们2人在那空间传送中发生这样的变故，恐怕早已经被空间风暴吞噬了。5神阁之主也是郑重地对着萧炎和吴雪嘱咐道。萧炎看着5大神阁之主的身上皆是有严重的伤势，就知道他们刚刚肯定经历了生死战，能够在那位天龙大神君的手里抗衡到现在，也证明了5大神阁之主联手的力量也极其的可怕。这里有几枚疗伤的高级丹药，几位神阁前辈请先行服下，恢复伤势，接下来的事情就让孽神长老去解决吧。说着，萧炎就从那戒中拿出了5枚散发出浓郁丹香的丹药。5大神阁之主感受着如此浓郁的丹药，也没有客气，直接将其吞服而下。毕竟现在的5大神阁处于生死的边缘，他们身为神阁之主，不能出一点事情。
服下丹药之后，他们便是盘腿而坐，开始运转神力，将丹药药效融入各个体内的部位中。真是该死的神奇联盟！今日大师傅一定不会放过他们。吴雪的目光充满怒意，他望着上空的大师傅和天龙大神君的对峙，然后喊道：“大师傅，不要留手，将他们全杀了！”上空处的孽神长老听到自己这爱徒的声音后，微微一笑，然后目光直直地看着天龙大神君，沉声道：“今日我便铲除你这位天龙大神君吧！你们的作风，老夫已经忍无可忍了，竟然打主意打到武神阁的头上，还做出了联手灭神府的事情，就更该死了。”孽神长老的话音刚落，周围的空气突然变得异动起来，他的身体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吸引着四周的天地灵气向他汇聚。一道道玄妙的符文开始在他周身浮现，宛如活物般游走，散发着奇妙的光芒。天地间的能量仿佛听从了他的召唤，开始剧烈地波动起来。一股无形的威压以孽神长老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这一刻，就连天龙大神君这样的强者也不由自主地感到了一丝窒息。